三重，我们又见面啦！这一集整理了之前观众们热情推荐的口袋名单，还有我们自己偷偷收藏已久、一直想来朝圣的美食。这次主要集中在三和夜市周边。说到三重美食，其实很多都带有浓浓的中南部味道。如果你正在找道地的古早味小吃，这里绝对是全台北最接近南部味的一个地方。其中有一颗观众呼声超高的肉圆，被敲碗多次，结果我们一吃下去，简直惊为天人啊！吃过这么多新竹风味的肉圆，竟然是在三重遇到最好吃的。还有一些快失传的传统小吃，竟然就藏身在夜市的摊位里。只能说三重真的是太厉害啦！每次来都有新惊喜，名单永远吃不完。现在来到阿典新竹肉丸这一家，听说是三重票选第1名的肉丸，而且已经开了50年了。说真的，我在这边住那么久，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一家店，好好笑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前拍三重啊，有拍到那个霸丸的时候啊，所有人都推荐这一间。我以为你是要笑我说，之前你到底有认识哪一家了？我早就已经讲到不想再讲，习惯了。来吃吃看。这么好吃，它的口味呢蛮不一样的，它的酱汁偏辣，而不是像一般的肉圆这样偏甜。然后它的皮啊，其实就是软 Q 软 Q， 可是我觉得它的那种软 Q 的平衡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吃过这么多有名然后100年老店的肉圆，我很少看到你的眉毛躁动成这样子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所以这一间是真的好吃。哦天啊，真的很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新竹肉圆。哎，你怎么把皮都吃光光了，只留肉给我？哎，我通常不喜欢吃新竹肉圆的皮，可是它的皮真的是那种软 Q 型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重点也是这样，我一般不会计较你把皮吃光光，可它的皮好好吃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它的那个样子啊是非常传统的那种新竹肉圆的样子。因为我刚刚在拍它在制作的时候啊，那个肉圆看起来就是你会从里面看到红红的那个。这家的肉圆啊，酱绝对是它的重点，它可以整个啊粘在皮上面，是酱非常非常浓郁的，而且真的吃得到一点红糟的香味。你点1颗肉圆，它就会附你1小碗清汤，我来试喝一下，大家都说这个很好喝。其实应该就是4神汤的汤底这样子。哇，它那个虽然是清汤，可是它的中药味非常的浓厚。4神汤50块钱，料还蛮丰富的，试一下它的肠。猪肠处理得很好，很干净，而且很嫩，还带一点点微脆的口感。薏仁的话炖得烂，但是还保有颗粒感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出色的4神汤。这边有分内用跟外带，那内用呢，如果人多的话也是要排队的。可是我们一进来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等待的时间还蛮长，可是大家都非常冷静、心平气和在等待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在地人的爱，然后他们知道说要排很久，可是他们不会抱怨，因为够好吃。哦，这间真的非常非常强，目前我心目中第1名，打败我心目中第1名的万利。我真的很喜欢。我跟你讲，绝对要多点一点霸丸，因为像我点1颗，我根本觉得不够，太好吃了。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了哦，如果你来吃这间呢，一定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，千万要心平气和。我觉得至少呢40分钟，你要先有这个基准的心理准备。我们现在来吃三重老牌甜不辣，这家店呢也是老店30年了。然后它走进来呢，好像走进人家家里的客厅啊，还蛮神奇的氛围。今天最主要会来吃这家的原因呢，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获得了500碗的1碗，所以我想来试试看。它虽然是老店，但是我身为三重人，我也是一样，真的是完全没吃过。金大在你家附近，你也30年从来没吃过。但我很常经过它，我知道它的存在。
哇，它的甜不辣很好吃哎，是那种质地啊，稍微比较结实一点点的，然后稍微有点鱼香味。哇，这家选料选得很棒，我刚刚吃了好几种，每一种都好好吃哦。我们刚刚所有的料都吃过一轮了，真的非常好吃。这老板呢很会选料，而且他很注重它的口感。像这个米血呢，他就切成这样薄薄的一片，然后呢，甜不辣我觉得有比一般的还要再细一点点，是一个非常适合入口的大小。而且每一种料呢，它该柔软的就柔软，该扎实的就扎实。那最画龙点睛的呢，是我吃到这一颗鱼丸。哇，这个刚咬下去，里面爆汁，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转味，因为我们在吃甜不辣的时候很少吃到里面是有鱼丸的。对。另外，我觉得它的萝卜呢也是有够出色，虽然说它炖的软烂啊，可是它里面的甜味都还是保留着，并没有让它流失掉。然后再来是店家啊，很推荐他们的辣酱，这个辣酱它带的咸味是比较多的，辣的话呢倒是还好，我蛮可以接受的。我觉得吃起来很香，很过瘾。我觉得他们的甜辣酱啊是甜的，然后它那个辣酱是咸的，所以是蛮特别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汤有够好喝，超甜的。它是怎么做到可以把这个汤呢弄得那么甜，但是它给出来的菜头又是这么的有甜味啊？我们看到评论啊，有很多人讲说，他进来这家店吃东西呢，就很像回到老家，边吃饭边看电视的感觉，勾起了他的乡愁。因为这里就很像一个人的家里的客厅里面，然后大家小时候来吃的时候就说，好像到人家客厅去吃饭这样子。然后他说他回来这边三重啊，一回来吃他就马上哇，觉得他自己回到家一样。它的汤是可以一直续的，这是我们的第2碗。老板说呢，第2碗的话呢，味道会跟第1碗不一样，因为你把酱呢都吃干净了之后呢，剩下就是汤的原味。哇，喝起来真的是纯净的甜。我喜欢没有酱的。我们接下来吃正宗老牌嘉义番薯球，哇，整包热乎乎的。三和夜市来了。对，这个试一下。哇，这非常好吃哎，它的 Q 度啊跟软硬度啊都是刚刚好的那一种。然后我发现它的颜色呢也比一般的番薯球颜色还要再浅一点点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非常古早味的那种番薯球。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发现现在就是越来越大颗，越做越大颗。那你要吃到这种小颗的很难的。我觉得这一间还蛮不错的，而且越小颗其实它那个香气更多。虽然说它那个皮没有那么酥脆，可是还是够好吃。而且说真的，我们拿到刚起锅的啊，哇，真的是比好吃还要好吃。完全是它招牌上那个名字，正装老牌的古早味的那种味道，好吃。还好我买中份的，这个吃到啊，嘴巴会停不下来。真的，而且那个爽感，就像我们在吃那种炸麻糬的外皮的感觉，完全保留下来。番薯的香气其实蛮够的。看到这种做番薯球的方法越来越少了，应该没有人看过这种了吧？我觉得现在小朋友。这一间是四海泡泡冰，我们今天点的是招牌花生加花豆的口味。我刚刚在那个前面啊，已经看到好多网红的照片，很多前辈都来拍过了。我刚刚只是这样子用汤匙抿到一口哦，已经感受到它的浓度了。我跟你讲，虽然说很多网红来拍过，可是我觉得它的东西非常的古早味，它的机器还保留这种原始的那种做法。哇，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的眉毛了，超好吃的，还有那种坚果的浓郁香气啊，微微的焦香感，但是因为很不甜，所以我觉得整碗吃完呢，我也是不会腻的。而且刚刚在旁边看它，是真的那种很古早的做法，在现场呢就是手工把这个泡泡冰呢打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它里面的空气感、绵密感是很足够的。我们一般呢在外面很多泡泡冰啊，说真的已经吃不到这样的绵密感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做好然后放到冷冻柜里面的。如果去基隆远东泡泡冰，可以吃得到这种口感啊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做好很久，然后冰很久这样子，就不会吃到那个泡泡感的。我觉得这个超推的。这里面花豆的颗粒还蛮多的，而且大颗完整。重点是呢，甜度大概就只有2分糖、3分糖这样的感觉。很棒，这一间我超爱的。它那个真的是每一口都吃得到大颗粒的花豆，然后又很刚好的融合在那个杀与不杀之间。它把甜度降得很低，可以更凸显食材的香气。
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沙与沙之间，一种沙呢是花豆里面的沙，然后另外一种沙是泡泡冰的沙，那两种沙是不一样的，可是呢又有相似的口感，在这个卡在这个之间好焦灼啊！这种焦灼感觉特别像恋爱中的男女，又是恋爱中的男女啊。云林锅贴这家的评价数很多，评价也很高。那很多人说呢，这家是他心目中双北蚵仔煎的第一名。奇怪，我们不是来吃锅贴吗？可是评价数，就是大家心目中最好的评价的，竟然是蚵仔煎。我们看这个造型啊，真的很特别。这个蚵仔煎竟然有冰花，然后我们看评论呢，有一个内行的说，他觉得这个蚵仔煎呢稍微有点贵，这呢为了知道这个冰花呢还是值得的。可是呢，它有一个更划算的点法，就是你可以直接点蛋煎。毕竟我们来吃它呢是为了这个冰花来的，我们点蛋煎60块就可以吃到了。怎么有人先从冰花先吃起的？好像饼干哦，超香的哎。哦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会先从蚵仔煎，然后里面的料包在一起吃，我才不会先把最好吃的冰花吃掉了。哇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脆的冰花，像饼干一样，很神奇哎。刚刚是蚵仔煎的本体。好，我刚刚吃一口啊，那里面的蚵仔非常的新鲜，然后蛋香很浓，就算它没有冰花，我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出色的蚵仔煎。然后我刚剥开一看啊，哇，里面蚵仔超满的，我还没有全部夹起来哦，就已经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蚵仔煎的酱汁，我刚刚问了一下店家，他们说里面呢有加了凤梨跟梅子去做提味，这样一来呢，不但里面有一些果酸香，很有新鲜感之外呢，还可以解腻。我刚刚看到这个锅贴的时候，以为它吃下去会很硬，没想到它皮是软的。当我知道这个底部的时候呢，它是酥酥脆脆的，好好吃哦。其实呢，它就是用那个冰花呢去增加它的口感，做得非常的好。我跟你讲，它的酥啊来自于它这边煎过的，因为它这个皮啊其实算是薄的，比较薄的那一种，然后它的脆度啊来自于冰花，所以你可以吃到两种口感，我觉得是蛮优秀的。老板有想过啊这样做，而且一口咬下去呢，那个肉汁直接蹦出来，超级鲜美。有一点我很喜欢，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开口，有点像大连火烧，这一颗刚好没有，有几颗我吃到那种感觉我很喜欢。这一颗是8块钱，整体我觉得大小比八方云集呢再大一点点，扎实度也再好一点点。差点忘了沾它的灵魂酱汁，他们家的锅贴酱呢，一样是用梅子啊，还有黑胡椒呢下去做的。那我刚吃到的时候呢，除了吃到梅子的酸香感呢，被那个黑胡椒给惊艳到。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只有梅子的话，它的果酸可能会有点太甜腻，但他却想要用黑胡椒去做综合，很杰出的一手哎。刚吃过的2个酱呢，都咸味不是那么重，非常衬托出它食物的优点。那我现在沾那个辣椒酱试试看啊，这个是有带咸的，它的辣呢是香而不辣，对我来说啊，辣度也算是可以接受的，很好吃。这一间你还算蛮喜欢的哈。很喜欢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店小2，今天拍到这里呢，终于有一家我知道的店了，算是我以前呢还没结婚之前常常吃的店。那这家呢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好吃的卤肉饭。我是之前听你讲，还有听一个朋友讲说很好吃，是他最喜欢的卤肉饭。结果后来我来吃的时候，真的还蛮不错，而且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的黏嘴，因为有时候酱会给比较少一点。不过我今天有用相机监视它，应该酱有给多一点。说不定是你那天特别的顾人怨。不是，我有2、3次这样子。对，我也忘记是谁捞比较少了。不过今天是及格的，来吃吃看。好。这个是怀念的一口，真的是大概有10年没有吃到这一碗。我以前刚从你家出来的时候，去你们家溜一溜之后，
出来都会来这边吃这样子。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印象？你为什么要去我家溜溜，然后偷跑出来吃卤肉饭？其实我从你家出来之后，我吃过超多美食了。我们家那那些你没吃过的，都是我从你家溜出来吃的。对。刚吃第一口啊，哇，还是印象中那么样的黏嘴跟浓稠。然后再来呢，吃到这个米粒的部分，发现说，哇，它饭煮的真好啊，粒粒分明的，有水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有几次它没有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后来就没吃了，就大概9年没吃，所以你10年嘛。那所以它应该是现在有恢复水准，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运气特别好吧？对。这一间最优秀的就是它的猪皮，吃下去非常的黏嘴，我超爱。然后再来是它的酱汁呢，是属于老卤那种有层次感的，再加上有点微甜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它的饭粒呢，真的是煮的非常非常好，粒粒分明的。所以全部加起来呢，就是大家会很喜欢的那一个派系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，需要有点运气才能够3者都得到。然后毕竟我有吃过不好吃的时候，不过今天这是非常好吃的。每次点卤肉饭之外呢，也一定会把虾仁羹点起来。所谓的一套就是这个样子。它虾仁羹呢也是非常好吃的，我们来回味一下。每次来，我们除了卤肉饭以外呢，也一定会点虾仁羹，把它搭配成一套。它的虾仁羹呢也是带一点甜味的，里面高丽菜啊非常的甜，而且整碗汤呢，你如果有吃到蒜的话呢，哇，它会直接在你嘴巴里面爆开来，形成一个很强烈的点缀。不过我们有碰过朋友不喜欢吃甜的，所以你自己斟酌一下。可是我们很喜欢吃甜的话，我觉得这一间的这两个东西都非常好吃。虾仁羹呢，虽然是小小颗的，可是它是一整只虾，然后裹着一点点的鱼浆，其实我觉得也还算真材实料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小很好入口，然后配上一口汤一口饭哦，超好吃，适合情侣来吃的店，可以吃得很优雅。我跟你讲，你来的时候观察他今天如果卤汁捞比较少，你就点白饭，然后配这个就够了。我觉得因为这个汤是足够好喝的。这个白菜卤呢炖得很烂，但它的口味呢反而没有像其他菜调的这么的甜。那这样子搭配很好，因为会比较平衡一点。我跟你讲，它本来白菜就很甜了。来点一个3层肉，哇，它那个酱汁的蒜味超浓的，所以我现在有点呛到的感觉。然后它的猪肉呢非常的新鲜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对，它的这些小菜类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是蛮出色的，而且它的猪肉我记得还蛮鲜甜的。另外呢，这些带卤汁的东西也一定要点起来，像是卤蛋啊、油豆腐啊，哦，其实还蛮硬，插不太进去。我们把蛋咬开来了，它的蛋白呢已经卤到像有点微铁蛋的感觉，硬硬的啊！你看哦，它里面蛋黄的比例很大，非常的大颗。刚咬的时候呢，蛋白还粘在嘴唇上，够好笑。它卤汁真的有够黏的。我今天算是重拾信心，给他一个赞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间那个店老大那间也不错，因为后来都去吃那一间，比较近啊。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其实今天呢，我们本来想要多拍一些500碗，可是500碗的店家呢，那营业时间是太分散了，有的我们作息真的是没有搭上。我们今天其实补到了蛮多之前没有吃到的遗珠之憾，那有蛮多的店家呢，都是在三和夜市啊，还有大同北路这一带。三重我们一直觉得呢，可以吃到很多中南部上来的美食，算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，而且是觉得新北是最强的一个区域。像我们在三和夜市还可以看到很多古早味的小摊，这还蛮难得的，因为在其他的夜市里面呢，几乎已经是快要绝迹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其中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刚开始的那一家阿典肉圆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我觉得真的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去尝试看看。你要能够排队的，你要有耐心的人，心平气和，修身养性。对了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